美国国务卿18号在首尔出席所谓第3届民主峰会，但外界认为这不是他这次亚洲行程的重头戏，菲律宾才是。目前，布林肯已经抵达马尼拉，其后将与菲方高层会面，重点讨论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美方无权介入中非涉海问题，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That's why we stand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stand by our ironclad defense commitments, including under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Article 4 extends to armed attacks on the Filipino armed forces, public vessels, aircraft, including those of its Coast Guard, anywhe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布林肯此访是马克思就任非总统以来他第2次到访马尼拉。布林肯重提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给近期不断在南海挑衅的菲律宾撑腰。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则宣称，布林肯此次访问正值美菲关系的关键时期。他还透露，与美方重点讨论了国防议题。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所谓挑衅行为，并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美方无权介入中非涉海问题，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也无权介入中非两国之间的涉海问题。美菲的军事合作不得损害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更不能以此为菲律宾的非法主张站台背书。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政府多位高层近年来密集访问菲律宾。3月11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访问了菲律宾，期间宣布了向菲律宾的科技行业投资超过10亿美元的计划，并帮助将菲律宾的半导体工厂数量增加1倍。布林肯这次又重申了这一点。不过，外界认为这显然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这与拜登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政策相违背。此外，菲律宾也不具备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产供链环境。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近几年来，中非两国围绕着黄岩岛、仁爱礁之间的争议在不断升级，背后是美国在煽风点火，马克思政府则紧抱美国大腿，美菲企图一起搅浑南海。所以我觉得美国拿准了菲律宾的脉，菲律宾呢也很清楚，这时候呢他还是有这种机会把美国进一步的拉过来，然后从美国换取更多的好处。以此作为他跟中国进行这种外交对抗啊，那他南海地缘安全政治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制衡这个动作，来以此换取一定的回报。信强指出，布林肯访问马尼拉之前到韩国首尔出席所谓民主峰会，但颇为蹊跷的是，菲律宾外长却没有参加这一美国牵头、韩国承办的会议，这更凸显美方想拉拢菲律宾打南海牌的目的。那么所以说，菲律宾应该是此行的一个重点。在菲律宾访问过程中，我相信布林肯会对菲律宾进行大力的游说，甚至是施压，要求菲律宾一方面去配合美国的这个宣传论调，另外一方面的话，要求菲律宾在军事安全领域方面对美国做出更大的让步和妥协。18号，韩国承办的所谓第3届民主峰会在首尔召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会，并在与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会谈中再次强调所谓对朝鲜的延伸威慑。同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西部地区炮兵部队进行超大型火箭炮射击训练，朝军还发射3枚短程弹道导弹，以表达对美韩威胁的抗议。朝中社指，这是该国炮兵部队首次以连为单位用这款口径达600毫米的超大型火箭炮进行齐射训练，旨在确认该武器系统的威力和实战能力，检查并提升炮兵部队战斗动员状态。连队齐射后，还进行了该火箭弹在目标上空预定高度的空中爆炸模拟试验。美联社报道称，朝鲜的超大型火箭炮介于火炮和弹道导弹之间，因为它们可以自行设置推力，并在发射时制导。其中一些系统，包括18号测试的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能够发射战术核弹头。朝中社报道称，金正恩对炮兵部队表示，要把压倒性军事力量作为完全消除武装冲突和战争可能性的力量。他强调，这款超大型火箭炮在战争准备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要求以其为中心继续大力推动炮兵的现代化。进入春季以来，美韩联合军演强度显著升高。韩美于本月4号至14号举行自由之盾年度大规模军演，参演兵力、野外机动训练次数均比去年增加1倍。
此外，还有多项其他名目的联演也在进行。值得一提的是，金正恩近期也多次视察并指导朝军多军种训练，除了炮兵，还包括空降兵、坦克部队等。一系列的军事动作可能更多针对的是，韩美进行的自由盾牌军事演习，而且我们可以看出，从去年开始，朝鲜的这个军事训练的一些重点可能是更偏向于战术层面的训练，而不是像洲际导弹这种战略层面的训练。如此密集的进行军事训练，它的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在于通过威慑来避免战争。另外，韩国军方称，朝鲜18号上午从首都平壤附近共发射3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约300公里，落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岸附近，飞行轨迹与朝鲜 KN-24 弹道导弹相似。日本防卫省则指，朝鲜发射3枚弹道导弹，最大高度为50公里，飞行350公里后坠落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韩国、日本和美国对朝鲜射弹予以强烈谴责。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媒体报道称，朝鲜此次导弹发射恰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赴首尔出席民主峰会开幕式当天，这是布林肯时隔4月再次访韩，也是两国外长自上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后，时隔19天再次聚首。据悉，韩国外长赵对列18号同布林肯举行午餐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制裁朝鲜的事项，包括打击朝鲜黑客、外派劳务、海上转运等，并扬言要切断其核岛研发资金链。